男朋友很抠门，去我家只买了点水果，我去他家，他却让我给他妈妈买个金镯子。后来我花费500大洋，不仅买了金镯子，还给他父亲买了茅台。我的到来，这一家人并没有出门迎接。我知道赵岩会跟我说什么，年轻人看望老人是不需要出门迎接，这是家里尊老的规矩。但是我印象里，任何一家新女朋友进家门，都是父母早早的在门口迎接呢。就像我的闺蜜说是去男方家的时候，男方父母在村口等了2小时，期间打10几个电话，生怕她不去了。那时候闺蜜跟我开玩笑，我要是不去了，她的父母都打算练小号了。看看我这，好像是我上赶着来的，不是好像我就是上赶着来的，可能是我带的礼物的原因，还没有进家门，赵岩就大声地喊着他的爸妈，爸妈快出来啊，我带着慧慧来家里了，快看看慧慧给你带什么了。这一嗓子着实吓了我一跳，不是说好的直接进门就可以吗？喊什么喊，不就是带女朋友回家吗？屋里面老妇人的声音埋怨着，始终没有出门。我承认赵岩长得不错，高高瘦瘦的，性格也开朗，虽然是农村的，但是却有城市那种高富帅的感觉。赵岩之前也谈过几个女朋友，不过最后都是因为性格不合分手了。现在看来应该不是简简单单的性格不合。我还没有进屋里面，赵岩提着我买的礼物冲进了屋里面，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反正赵岩进去后，老两口咧着大嘴，像是迎财神一样把我搀了进去。那时候我真的受宠若惊，老两口把我放在沙发上，赵岩母亲问的第一句话居然是：慧慧，这镯子是真的吧？跟闺蜜聊天的时候也聊过去了，男方家会被问什么问题，闺蜜跟我传授过第一次进男方家的经验。闺蜜说她也想过男方父母会问什么问题，也做了几天的攻略，后来攻略都白做了，人家父亲开口就问我儿子有没有欺负过你，如果有，我现在就把他的狗腿打断。真的，门口后面就放着1米长的大棍子，当时吓得我男友腿都哆嗦。那时候跟我说完，我俩笑了10几分钟，有这样的父母，嫁过去也不会受欺负。晚上的时候，我那少女心痴痴的想着好几个问题，例如你家是哪的，几口人呀，父母工作是干什么的呀，和我儿子是怎么认识的呀，我也想了无数答案，没想到开口却问镯子是不是真的，我好想笑，这可是出自造假行业中一位顶级大师之手，怎么能让土包子看出来真假？还有茅台也是出自这位大师之手，属于附赠品。大师说了，如果没有经过专业鉴定，被发现是假的，他就赔我一个真的。我笑着说，这是品牌的，纯金的，盒子里面还有发票，什么时候不想戴了可以退换成现金，只不过有折旧费，18000的金镯子。赵岩妈妈眼睛都放光了，我敢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眼睛里面能够放光，并且还是从一个老人眼中冒出来的。幸好不是在晚上，要是在晚上肯定会被认为成大灰狼。赵岩父亲满脸菊花笑，打完了茅台都舍不得把茅台放下来。我上前说着，伯父，这是10年的茅台，一瓶5000多，珍藏越久越值钱。我说完后又再次看到发光的眼睛，太可怕了，这一家人不会是白眼狼转世吧？不过现在我终于确定了，这老两口的确没有见过世面，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。我们来的时候都已经快中午了，临来前赵岩说过，家里准备的都是粗茶淡饭，理由自然很平易近人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没必要铺张浪费。真的很难理解，第一次进家门，到底吃什么才属于铺张浪费？赵岩之前跟我说过家里的情况，父母都是工厂的正式工，母亲刚退休，父亲还有5、6年也退休了，这条件在他们这里属于优越家庭。我承认，在农村，双职工家庭的确比种地的农民伯伯优秀不少，但相比城市的我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。闺蜜也是找的农村的男朋友，闺蜜说第一次去男方家的时候，父亲杀了鱼，宰了鸡，还把下蛋的大鹅给炖了，就连菌子都是天刚亮的时候在山上采的。那时候闺蜜跟我炫耀，鸡、鱼、大鹅都是老两口养了好几年，为的就是等男朋友带女朋友回家好好款待。就这样，还嫌准备不充分，吃饭的时候一直埋怨老头没有挖到人参。真的，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鱼，也没想到老母鸡的汤居然那么鲜美，尤其是菌子。超市买的菌子在人家面前都是妹妹，那时候我确信我的男朋友家里面也会给我准备一桌子丰盛的饭菜，不需要多珍贵，用心就行。没想到呀，没想到见到赵岩见的父母，有太多的没想到。赵岩母亲根本就没有准备午饭，但是看着我金镯子的份上数落赵岩，你这小兔崽，我们也不知道慧慧喜欢吃什么，你就不知道在外面买上慧慧喜欢的菜回家吗？语气中满是不满，似乎在教儿子，人家姑娘都花了2万多，你就不能懂点事？我无语，不过我笑着说着，伯母别怪赵岩，现在我就去买，你们喜欢吃什么我买什么。临出门爸妈有着交代，我们还年轻，吃什么不重要，一定要尊重老人的意见。老两口看着我就像是看人参娃娃，就差流口水了，我心里扑通扑通的，幸好现在是法律社会，不然这老两口真的会把我吃了。赵岩母亲笑着说着，我们随便，主要是你们，我直接吩咐赵岩开车，县城不是新开了一家连锁超市吗？有鲍鱼海参，营养很高，一定要照顾好爸妈。一句照顾好爸妈，两口子那笑的都快咧到耳根子上了，实锤了，这就是白眼狼。赵岩没想到我如此照顾他的感受，令他太有成就感了，没有犹豫，开着车直奔县城。先说一下，车是我的车，20多万，凭着自己实力挣得。老爸一开始打算给我买 BBA， 我说打住，结婚前我不会花他们钱了，我想靠自己。所以赵岩并不知道我家真正的实力，只知道我家在城中村，那次见面也就在饭店见的面，没有来家里。
爸妈对赵岩意见很大，但是我一直坚持，爸妈也没有办法，现在看来还是听妈妈的话吧。赵岩开着车哼着曲，之前我真是脑残，居然会欣赏这个妈宝男，而且还是普信男，真的有点恶心，想吐。但是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要忍。来到超市，我直奔海鲜区，鲍鱼、海参装双头的，帝王蟹、海兔子使劲装，能装多少装多少。整的导购和其他顾客都以为我是来进货的。赵岩脸上满是得意，似乎在说我有钱就是豪横。期间碰到了赵岩两女同学，看眼神是对赵岩满是嫌弃，看我的眼神满是可惜，似乎在说多好的姑娘，瞎了。赵岩还故意和女生聊天，吹捧自己找了好对象，买海鲜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，女生也被气走了。后来赵岩说那名女同学曾经跟他交往过，就因为去他家没有买金镯子，所以黄了。我心想还是这姐妹会掩饰猪，不然现在日子指不定会过成什么样。结账的时候我故意说忘了带卡，赵岩一脸不可思议，我没有手机支付的习惯，所以手机上没有多少钱，我买东西习惯性用卡，因为我挣钱了，喜欢那种刷卡的那种豪横感。赵岩也知道我消费习惯，买东西直接刷卡，根本不看价格。我说你没钱吗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赵岩很是尴尬，因为他是真的没钱，挣的钱全部上交父母了。不过他有信用卡，公司给员工代办的，这样额度比个人办多出不少。这时候他那女同学也刚好来结账，赵岩看着女同学只买了一些零食，脸上不免露出嘲笑的表情，然后非常潇洒的拿出信用卡给收银刷卡。说实话，我们大包小包的高档食材本来就引来一群人侧目，再加上赵岩那句毫不在乎的说着刷卡，的确有几个小迷妹看了赵岩很久。赵岩那时候的虚荣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，消费就是给人一种满足感。平日里赵岩跟我在一起，我基本上没有让他花过钱，可以说他这一身包括内裤都是我给买的。现在想想，我给他花的钱真的死得比窦娥都冤，高档食材只需要18000块钱，和我的礼物相比还差一点，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回到家，我将厨房的活全部包揽了，不是我吹的。自从工作后，我开始独立，基本上脱离了老爹对我的帮助。因为我是一只馋猫，所以对美食深的研究，也是舌尖美味、人生一串、寻味顺德等等美食节目的忠实粉丝。从理论到实践，我只需要肚子咕咕叫的时间就能学会。小米扣聊餐、酱香鲍鱼、清蒸帝王蟹，还有尖椒海兔子，一家3口看着我熟练的做饭，内心直呼好家伙。没想到我还有一手好厨艺，真是捡到宝了。开吃的时候，赵岩的妹妹回来了。赵月是个很内向的女孩，年纪比赵岩小2岁。赵岩跟我说过这个妹妹大学也是重点，毕业后却在县城的一个私企工作，公司很重视赵月，待遇也不错，劳动强度不大，在县城对于女孩子来说还是很不错的。赵月进家门的时候一脸的沮丧，我看着一家3口红光满面，唯独赵月脸色蜡黄，身材瘦弱，我不免怀疑这是一家人吗？回到家里，看着一桌子丰盛的菜肴，赵月不免吞咽了一下口水，然后礼貌地跟父母和赵岩打了招呼，也跟我礼貌地打了招呼。随后回到了屋里，开饭时间居然回屋里了，难道这个妹妹这么个性？我对赵岩说，快把妹妹叫出来吃饭吧。不用，小月不喜欢热闹。赵岩有些不屑，不过赵父却说着，叫出来吧，今天是慧慧第一次来家里，总要认识认识。赵母瞪了一眼赵父，好像在说今天都是高档食材，她不配，但是碍于我在这，还是把赵月叫出来了。赵月低着头不敢说什么，安静地坐在了我的旁边。赵母语气很是嘲讽，又没有相成吧？是，赵月委屈地说着。为什么？赵父沉闷地问着。男方听说30万彩礼就走了，放屁，还是你不够优秀。你看看你嫂子，第一次来就带了2万多的礼物，等会我要给你王姨打过去，都给我家介绍些啥玩意。赵母说到这里感觉有点不妥，毕竟我还在这里，然后小心地问着我，你们那里要多少彩礼呀？我呵呵一笑，这要看你们男方。什么意思？我爸说了，新时代新规矩，我家的理念就是男方给多少彩礼，我家就会3倍。我去，我又看见2双会发光的眼睛，这亮度比奥特曼的都亮，真的有点瘆人。要不是有海兔子，我真的很想一走了之。那嫁妆呢？赵母问得很小心，我能感觉出来，生怕我这一点也不陪送。嫁妆简单点，1个楼1辆车。我爹想陪送宝马，说男人就该开宝马，女孩子坐在里面哭都幸福。我说的风轻云淡的，不过我老爹是真的跟我这么说的。彩礼3倍返还，外加1套房1辆宝马，只是这些跟赵岩没有一点关系。赵母吞咽了一下口水，明显被我的财力打动了。后来又问了我家是做什么，这就和我之前想的问题差不错了。我也如实回答，家里做生意的，除了钱什么都缺。现在我又想闺蜜了，男方家里的情况比赵岩家差上不少，但都是实实在在的老实人。也问到了彩礼的问题，闺蜜实话实说18万，闺蜜说的是实话，并没有往多了说。那时候闺蜜自己已经攒了10万，但是从来没有跟男友说过，就是想看看男方家庭对自己的态度。如果男方态度好的话，自己这10万可以直接拿出来当做彩礼。说到18万时候，男方父母没有一点吃惊，结婚是大事，男友已经把彩礼什么的基本情况跟家里说过了。男友父亲说，大城市的姑娘要这点彩礼不多。后来闺蜜知道这些年老2口舍不得吃喝，已经攒够了20多万，还说定亲的时候直接给闺蜜打过去，怎么处理闺蜜做决定，他们一家没有任何意见。说到婚房的时候，男方父亲很小心，等结婚前把家里的果树全卖了，已经找好了卖家，这样还能多出10几万，加上娃攒的钱，差不多能付个首付。我闺蜜那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太感动了。没想到老实本分的一家人居然为了结婚牺牲这么大。男友父亲后来还强调了，房产证名字必须是闺蜜的，闺蜜嫁过来已经很看得起自家娃娃了。当时闺蜜感动的差点立马跟男友扯证，男友条件不错，211毕业，大国企上班，现在月薪也是万元以上，越往后挣得越多。
以后小日子过得肯定不错，这是我最羡慕的，双向奔赴的爱情最值得祝福。再看看我，一进门先确定金镯子是不是真的，还问彩礼陪送，生怕我给少了委屈了他家的大宝贝。还有这一桌子菜都是我做的，一家三口刷着手机，愣是没有挤出一点时间给我帮忙，现在还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手艺。我老爹都没有吃过我做的饭，如果我老爹知道我如此卑微地给这一家子玩一干活，恐怕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了。不过说实话，要不是我的计划刚刚开始，打死我都不会给这奇葩家庭干一点活。赵夫感觉赵母一直问这方面的问题有点不妥，赶快吃吧，不然就凉了。听到这声命令，我们才动起手。餐桌上，赵岩父亲开了一瓶18酒坊，还在吹嘘，这可是好酒，1000多呢，不是重要的客人来真舍不得开。我笑着附和着，是，好的气氛才能配得上好酒。赵夫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似乎自己喝个好酒给了我天大的面子。我真的很无语，这酒才150块钱，我们同事平时喝的最低档的，真当我是傻白甜了。随后赵夫赵母先加了大鲍鱼，半斤重呀，我始终没有看清楚是怎么一口吞下的，太残暴了。老两口一脸享受的吃着海鲜，还埋怨着这一桌子菜得用多少油，以后可不能这么浪费了。我敢说这些调料绝对超不过30块钱，搭配着1万多海鲜，居然还嫌弃浪费。我笑着说，以后注意，这不是想让你们吃到最美味的食物吗？老两口很是满意我的回答，一脸菊花笑的吃着，我则是一直捡着我最爱的海兔子，这东西好吃，一吃就上瘾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还好没人跟我抢，一家3口都不是傻子，知道什么贵什么便宜。赵岩脸上满是骄傲，不过有点不安，期间还小声的嘱咐我记得帮他还信用卡。我给了他一个不在乎的眼神，赵岩这才开始撕扯帝王蟹，赵月却吃得小心翼翼，不敢多说一句话。我能够想象出来，在这样的家庭中，女孩子的生活是多么的卑微。我大方地将鲍鱼帝王蟹夹给赵月，赵母斜视着赵月，赵月却不敢吃，应该是看我在场，赵母没有发飙。我敢说，要是以前，不一定什么样的难听话就劈头盖脸的开始教训了，多吃点，看你瘦的，出了门还以为家里人虐待你呢，吃得胖点，让所有人知道咱这家庭属于大户家庭，下次相亲肯定会成功的。我真的有点心疼这个赵月。赵母则是阴阳怪气的说着，吃吧，今天要不是你嫂子过来，你这辈子都吃不上这么好吃的饭菜，吃完了找个有钱的对象，多给点彩礼，以后你的对象不能比你嫂子差。说着还不忘晃了晃手上的金镯子。赵月不敢说任何话，低着头小口的吃着。我的天，我还在这的好吧，自己的势利眼用不着这么明显的表现出来吧。赵岩这时候很骄傲，我可是他的优秀女朋友小月啊，哥哥你说找一个爱你的，根本不会在乎彩礼多少，真正爱你的只会爱屋及乌，把家人放在第一位，就像你嫂子。我什么都没有说，金镯子和茅台都准备上了，为的就是让家人都能接受新来的外人。赵月不说话，依旧低着头慢慢吃着，似乎在慢慢品尝美味。小月，咱俩加个微信吧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等来到市里，我给你买几身好看的衣服，不用加，以后有对象了让他对象给买，还没过门跟小姑子买什么东西，浪费。赵母抢先说着，都小姑子还不是一家人，这是什么脑回路，能给你们买，难道不能给妹妹买？不过这句话仔细想想，看似不想让我给赵月花钱，实则是只想让我给他们3人花钱，这真的是亲母女吗？后来我真的给赵月买了几身像样的衣服，当然这也是后话了。慧，你也吃点鲍鱼海参，很有营养，对你好。赵岩体贴地说着，我真的好感动，要不是看着赵岩真的没有给我夹菜的意思，我真的能感动的哭了。你们吃，你工作忙，身体累，伯父伯母年纪大了也需要补，我身体壮，不需要，真的。这一天说的违心的话比我这20多年加在一起都多，我真的变了，慧真懂事。赵母说完，把最后一个鲍鱼又夹到了自己嘴里。很遗憾，这一次我又没有看清楚，那半斤重的鲍鱼怎么进赵母嘴里的。吃完饭，赵母颐指气使地看着赵月，意思是收拾碗筷。我噌地站了起来，抢过赵月手里的碗筷。妹妹还小，这活我来干，你们都休息吧。赵月被我的举动吓得不知所措，可能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关心的话，眼睛居然有些红润。一家3口看着我麻利地收拾碗筷，都露出了我很懂事，令他们很满意的笑容。赵月不敢和他们在一起，也跟着来到了厨房。我收拾着碗筷，不禁又让我想起了闺蜜。闺蜜在男方家吃完饭就因为闺蜜端了一个碗，她的男友差点变成残废，男友父亲拿着大棍子追了男友2条街，期间鞋都跑丢了一只，还说以后敢让闺蜜干一点活，下辈子就等坐轮椅。老父亲推着，虽然夸张点，但是这满满的爱是藏不住的，但真的那种被重视的感觉真的很幸福。现在的我刷着碗筷，照顾一家子吸血鬼。赵母还不错，过来看了看，指导着说洗洁精挤一点就可以，多了浪费还费水。我点头说知道了伯母，您说的对，生活啊精打细算，日子才能红红火火。对喽，赵母很显然能够遇到和自己思想碰撞出火花的人，很是欣慰。赵母走后，我暗骂这一家真的是算计到了极点，连洗洁精都不放过。洗洁精没有错的好吧？厨房里的赵月几次想帮我，但是都被我拦下了，可不能让这小妹坏了我的好事。所有碗筷都是我的，谁也不能动。但是我明显感觉出来这个妹妹身上有故事，后来加了联系方式，没准能够发掘出更大的新闻。收拾厨房的时候听到赵岩一家3口的聊天，我真的好难受。怎么样，妈妈，我给你们找的儿媳妇还满意吧？还行吧，还需要调教一段时间。你看她做饭用了多少油，还有你都没看刷个碗居然滴了3滴洗洁精，1滴就够了，还是有点败家。慧还小，哪能有你丰富的生活经验？不过等慧过门了，还得需要你好好调教，那是自然。在我的悉心的教育下，还不是培养出来这么优秀的儿子。不过小月差点意思，毕竟是你叔叔家的，跟没在这，不然管他男方什么模样，有钱就行。这小婊子就是不开窍。好了，别说了，我厂长的儿子看上小月了，刚才跟我聊天了，明天去相亲，到时候别说30万，100万都不带眨眼的，真的。哼，
就你的交际，能找什么样的男朋友？还不是看我。这一家三口聊天是多么温馨的画面。不过小月明显激动了几次，眼泪也流出来了。这个瓜真的不小，我吃得很饱。我用手机打了几个字给小月看了看，我走后跟你聊天，别让他们知道。小月自然知道他们指的是谁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事情发展的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临走前我还把赵岩家所有的地拖了一遍，我敢说比保洁的干的都不差。一家三口乐得嘴都没有合上。临走的时候，赵岩说要送我，我婉转的拒绝了。他送我回来的打车费还是我出，不过我知道他想早点要回那1万多块钱还信用卡，我都表现成这样了，居然害怕我不给他还信用卡，可笑。果然在我回家的路上，赵岩向我要钱了。要是之前我真的不在乎这2万，但是现在1分钱我都在乎。我说还在开车，回家再说。赵岩说能停下车先让我给钱吗？我笑了，停下车我给他转了100块钱，那一盘海兔子就是100块钱。赵岩收到钱后都快疯了，质问我是不是少打2个零。我说孝敬父母，不要在乎谁出钱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谁的钱都是一样的。赵岩相信我的话了，也相信自己魅力。1万多不算什么，毕竟我老爹的公司每个月给他开的工资都是2万，有时候真的该听闺蜜的。那时候闺蜜说赵岩这人不行，肯定是妈宝男。那时候我还天真的认为妈宝男好呀，从小听妈妈的话，结婚了听我的话。现在看来，就算是到死，赵岩都是听他妈的话。我好后悔不听闺蜜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回到家，我跟赵月聊天了，我知道了赵月的身世，一个可怜的孩子，从小的时候父母因为在工地干活违规操作，发生了意外，离开了人世，后来被收养在大伯家，也就是赵岩家，每天卑微的生活，洗着全家的衣服，吃着他们剩下的饭。都说知识改变命运，在赵月身却是自己读书改变他们的命运。赵月高考成绩很不错，但走的助学贷款、学杂费都是在学校期间自己打工挣得。这些年来，不仅仅给赵家当了免费的保姆，工作后更是把所有的钱都给这群吸血鬼。我听了这些事，气得牙根直痒痒。后来我动用家里的关系，查出了赵月父母发生意外的真相。赵月父母并没有违规操作，而是工人因为没有将钢筋捆绑好，致使塔吊在运料的时候不慎脱落，将赵月父母砸死了。包工头为了压下这件事，赔了不少钱。不过这些钱赵月不知道，我真的幸运，幸好赵岩提前向我要金镯子了，不然我还真看不出来这一家人的嘴脸。赵月哭着说，明天就要跟厂长家的傻儿子相亲了，并且赵母已经把钱收了。我听到这里呵呵一笑，连夜将赵月接到了市里，给他买了几身得体的衣服，并且给他说了他父母的事情。赵月知道事情真相后，很想拿着刀子去杀了这一家人，但是被我拦下了。杀人犯法，对于这件事应该利用法律的手段，我给他制定了追回赔偿金的计划。赵月感激地看着我，至于我的报复，我想给他们能够带来比法律更恐怖的惩罚。我找到了赵月工厂的负责人，让他帮忙说一下赵月已经出差了，剩下的事情不要问。这个工厂和老爹分公司一直有来往，我这个简单要求自然没问题，还保证赵月的工资照发。什么时候想上班什么时候上。我和赵月一起去了公安局，把赵月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公安局的同志说时间太长了不好查，需要时间，最起码2个月。我将我查到的资料给了叔叔，叔叔看着资料说能提前不少时间，可赵月恨不得马上手撕了这一家吸血鬼。我安慰赵月，真相终会大白，只需要安静等待就可以。我给赵月找了对口的工作，赵月很感激我。至于之前工厂内工作，还是别干了，优秀的女孩应该有更好的空间。接下来我没有见过赵岩，我真的不想见，很恶心。给赵岩的借口就是出国考察，还特意加上一句每天2000块钱的补助。在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赵岩举双手支持，好像我在给他挣钱一样。真的，我都想象到他们一家知道我挣得更多的时候，都能高兴的一蹦大老高。再后来，我安心的给老爹打工，也安排了一个助手帮我时刻关注这一家人的动态，每天看着这一家的动态，真的很开心。赵母带着金镯子四处宣传自己家儿子终于找到爱他的有钱人，并且懂规矩、知礼数，最重要的是彩礼返3倍，还陪送房子和宝马。1天的时间，全村人都知道了赵家找了好儿媳，后来也知道了这一家人开始大手大脚，金银首饰、高档衣服每天都往家里拿，天天进去饭店还是高档的，连家里的灶火都不开了。这真的是计较几滴油和几滴洗洁精的家庭吗？更可气的是，我的助手居然发现赵岩经常进出娱乐场所，还嫖娼被抓了，我真的无语了。钱还没有到手，这一家人都开始霍霍了。钱真的不是好东西，居然让一个精打细算的家庭如此放荡。我借口出差的那段时间，赵岩一直跟我说已经准备了100万的彩礼，还着重解释不是为了那3倍的返礼，而是我在他们一家心中最珍贵，还一直催我什么时候订婚。我的天呀，为了返礼都这么明显了，真当我是个傻子吗？不过我一直借口推脱，赵岩的语气似乎把我吃定了，依旧催着我先走一下流程，人不在家也行，定亲只是个形式。1个月后，赵月找到我说，公安同志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，只要赵家有钱，可以随时将赔偿金追回。我问道，赔偿金多少钱？100万，你瞧瞧，这不是巧了吗？我说赶紧跟公安同志联系，现在赵家有这钱。赵月纳闷地问我，你怎么知道？姐姐的实力你是知道的。赵岩恨不得将所有的钱都当成彩礼。赵月知道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赵家是为了3倍的返礼。公安同志带着赵月去了赵家，助理实时跟我汇报着赵家的情况。公安同志到了赵家，把这一家人都吓了一跳，可是知道是赵月是来要钱的，立马打起来了。要不是我嘱咐多带几名干警，那场面真的很难控制。赵母那一身横肉，比过年的猪都难按住，最后还是干警将手铐亮出来，一家3口才安静。要钱的时候，
赵家自然死活不给。我知道现在该我出场了，我给赵岩拨过去了电话，我下个月才能回家，到时候再办订婚宴，订婚宴我家来准备，还准备好了3倍的返礼，你就安生的等我回家吧。赵岩挂了我的电话，拉着父母去了里屋。这时候助理已经不知道一家3口在商量什么，我不用猜都知道在商量什么，自然是害怕把事情闹大传到我的耳朵里。毕竟赵月有我的联系方式，赵岩父母很在乎3倍返礼，自然不能让赵月坏了他们一家的好事。后来痛快的把这100万赔偿金给了赵月，干警还说有利息的时候，赵母再次化身过年的猪，3次干警都拉不住，赵月吃我家的住我家的，还有利息，赵月已经很满足了。虽然这10几年来过得很卑微，但是想到现在终于可以摆脱这一家吸血鬼，连忙拉着干警说事情就这样了，这才将杀猪台上面的赵母轰回猪圈。这一闹全村又知道了，赵家居然连兄弟的钱都贪，赵家3口一时间变成了过街老鼠。不过赵母气焰依旧嚣张，因为等我回来后，他们一家能过上富人生活。这1个月我知道了赵家全部动态。赵月虽说拿走那100万后，但赵家还有点家底，为了凑够更多的彩礼，不仅把房子抵押了，也借了高利贷。赵岩跟我聊天的时候说准备了200万的彩礼，我自然配合着说，那我让我家准备600万返礼，你们真的是太看重我了。还没有挂电话，我都听到了一家3口的笑声，真的难以想象这200万是这么凑出来的。不过这才是我想要的结果，不对，还差一点。我让助理将赵岩嫖娼的事情在公司里面撒播了一遍，赵岩很顺利的被公司开除了。这是我老爹的公司，随时可以将赵岩开除。不过我要的就是名正言顺。失去工作的赵岩每天跟我联系，让我给他点钱，先还了信用卡，头疼。这家伙到现在都没有把信用卡还了。我借口忙着定亲的事情，没时间。一说定亲，赵岩自然不再催了，因为再过几天就是他们认为定亲的好日子，3倍返礼最重要。或许那一天我表现得太好了，这一家人对我是相当信任，我感觉我真的很坏，欺骗了这单纯的一家3口。明天就是定亲的日子。我给赵岩打过去了电话，电话那头几乎是秒接，并且现场安静的跟真空一样。我猜这一家3口肯定是竖起耳朵在听。怎么了慧，明天就定亲了，现在就想我了？我的语气很是冰冷。听说你家霸占了小月父母的补偿金。电话那头显然停顿了一下，不应该是问家里的卡号，准备打过来明天3倍返礼吗？没想到我一开口就是这个问题，这剧情不对呀！别听这个小婊子瞎说，他就是嫉妒小妍，开始造谣诬陷我家的。我们已经给了他100万，跟他断绝关系了。这是赵母的声音，关键时候不能激怒我，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赵月身上。我真的小看这一家人了，谎话张口就来，还主动说是给了赵月100万断绝关系。要是之前的我，肯定认为这一家人真的仁至义尽了。但是我已经不是之前的我了。那你说为什么嫖娼？我说完这句话，电话那头安静了。这道题有点难，撒谎需要一点时间。没等电话那头说话，我直接吼了出来：赵岩，你这个王八蛋！亏我真心真意对你，给你妈买金镯子，给你爸买茅台，你居然还去嫖娼，这亲不定了！我歇斯底里的吼着，这一声嘶吼是我发自内心的，没有一点掺杂。这一声嘶吼是为了我的眼瞎，也是为了刷新我3观的一家3口。你听我解释，这都是谣言，肯定是有人嫉妒我能够娶上你这么优秀的老婆，故意散播的谣言。滚蛋！我在公安局都核实过了，公安局也说谎吗？慧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没有去，我是替我哥们顶的罪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讲义气。他说的没错，在相处的时候是挺义气的。不止一次替那群狐朋狗友顶包，朋友去鬼混，赵岩就说和自己在一起喝多了。那时候我还感觉赵岩为了哥们撒谎挺帅的，现在看来他能给哥们的老婆撒谎，那群哥们也会对我撒谎。就算赵岩去鬼混，我还不容易发现，都有视频为证。你怎么解释？我自然没有视频，这样说只不过为了看看这个跳梁小丑还会说什么。慧，我知道错了，男人都会犯错的，我觉得这一次都是他们引诱我的，真的，我以后不会了。1次和100次没有任何区别，1次背叛永不录用，滚一边去吧。说完我开心的挂掉了电话，将赵岩所有的联系方式拉黑。我趴在席梦思上喝着奶茶继续追剧，生活嘛，平平淡淡才是幸福。不过很快电话又响了，陌生号，直接拉黑，肯定是赵母或者赵父的。大好时光，不跟他们玩了。接下来又来了几个电话，我都拒接拉黑。珍爱生命，远离败类。后来助理告诉我，这一家人都在发了疯的找我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让赵月去了另一个城市，在我家分公司就职。这样一来，赵家就没有线索能够找到我了。后来的日子，助理时不时给我反馈这一家3口的情况，因为借了高利贷，还欺骗赵父的厂长提前要了30万，为的就是我这3倍返礼。现在每天支付着高昂的利息，一家人终于顶不住了，最后把手里的钱都还了贷款，厂长的钱也不敢不给。到现在一家3口已经没有钱了。从那天开始，赵家又开始了做饭精算到几滴油，洗碗用了几滴洗洁精。赵岩跟父母闹掰了，赵岩嫌弃赵父扣了赵月父母的赔偿金，如果没有扣赵月的赔偿金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闲言碎语，自己嫖娼的事情也不会被传到我的耳朵里。赵母也埋怨赵岩不该嫖娼，金元宝媳妇就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被甩了，靠女友暴富的梦想破碎了。但是不管生活多么紧张，赵母始终没有把我高价买的金镯子给当了，赵父也没有把茅台给卖了。或许这是他们人生的高光时刻，应该永久保留。就这样，赵母还每天带着金镯子，依旧在村子里显摆，并且指定自己的儿媳妇第一次进家门必须有金镯子，直到村子里有了高价回收黄金烟酒，才打碎了赵家最后的尊严。当然，这个高价回收黄金烟酒的人，自然是我安排的。听助理说，那天赵家老2口走遍了所有的首饰店，没有一家说是真的。赵母瘫坐在马路上，差点被汽车压死。后来的事情我也没有兴趣了。直到10年后，我再次碰见了赵岩，那是在万达广场门口，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我很纳闷，如此美丽的城市居然还有乞丐。
乞丐一开口，我才发现这人居然是赵岩。赵岩想上手抓我，被我的1.83米的老公挡在前面。赵岩开口叫嚷着：“都是你害了我！”我躲在1.83米身后笑道：“说我怎么害了你？就是你设计让我家拿出给赵月的100万，那是赵月家的赔偿金，你家昧着良心拿的，不该还吗？还有你说什么3倍返礼，就是为了套路我家借高利贷，是3倍返礼，我到现在还没有花完。”我的1.83米老公嘲笑地说着：“我老公是老爹公司的合作伙伴家的儿子，比我家还有钱，暗恋我多年。那时候知道我有男朋友，所以没有追求，但老爹将我分手的消息卖给诸多合作伙伴，现在的老公开始对我疯狂追求，所以现在我儿子8岁了，你就是赵岩吧？跟你说一遍，听好了，你再敢出现在慧慧面前，我就打断你的狗腿。我老公人高马大，练过拳击，这一推搡，赵岩退了10来步，最后用怨恨的眼神看着我，不甘的一瘸一拐的离开了，嘴里还一直嘟囔着女人都是骗子。我的好奇心又起来了，让曾经的助理打探了他家的消息，真的是很震惊。虽然赵家彻底破败了，但是对儿媳妇的要求依然以我为标准，并且先把3倍返礼的条件说出来，不答应就不用见面。这是谁给他们的勇气？梁静茹吗？自家都什么条件了，居然还迷之自信的相信赵岩还能找到像我这样的儿媳妇。我摸着儿子的头笑着说：“以后给老娘找儿媳妇，可不能让人家给我买金镯子哟。”全文完结。